师，放我！你犯下的杀孽太重。这世道，官府在吃人，权贵也在吃人。我一个妖，吃点人有何不可？你是天下第一法师，前途远大，不如把我放了，待我远遁千里，也成全了你的好名声。困得住我一时，不知还能困得住我一世。待我脱困，我就将这方圆百里之人全部吃光。我要自报原因，与我同归于尽。大妖出世，祸乱人间，生死未卜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你放我！兰兰，你爸把公司股权转给你几个哥哥的事，我听说了。奶奶，今日诵经未除杂念，就不说这些了。我只是不希望你有太大的怨念。都是一家人。尹氏集团发布会现场突发重大变故。我很感谢我的父亲把尹氏这么大的集团交给我，今后我也一定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。你看，你就是个混蛋！我继续喝，大哥，我祝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各位网友晚上好，我们刚刚目睹了尹氏集团二公子尹浩发生了车祸，交警已经赶到现场，检测结果显示其酒精含量超标。我已你信不信？奶奶，我去接个电话。谢谢师傅。严总，大少已经被警方带走了，二少醉驾也上了热搜，目前已被拘留。真是多事之秋啊！张琳琳呢？也被警察带走了。您放心，他会把他知道的所有事情都交代出来。大少雇他的秘书，利用公司账户洗钱，后来又把张琳琳囚禁。光是这两个罪名，无论他请多好的律师，牢啊是坐定了。我爸怎么样了？大少、二少前后脚的出事，尹董当场心脏病发。人呢？人有事吗？尹董的药不见了，好在会场人多，已经送去医院了。是药三分毒，让你少吃点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告诉我？哦，您未婚夫的新女友夏诗彤来找您了。看到了。你找我？雨兰，跟嘉德分手吧。我怀孕了。嘉哲有什么关系吗？你不要装傻，我可是怀了你未婚夫的孩子。
你还能泰然自若的跟他结婚吗？你要不先去问问苏家泽，他会怎么处置你跟你肚子里的孩子？嘉泽他就不爱你，他只是因为你是尹家人。但是今晚你大哥就接管尹氏，而你只是个夏之桐，你的消息太闭塞了。你根本就不爱嘉泽，你只是为了联姻而联姻，是因为苏家能在事业上挣你一臂之力，你才选择他的。我确实不爱苏家泽，因为我不需要爱情，但他是我目前为止最满意的联姻对象。李兰，这个30岁的老处女，心理变态，跟嘉泽在一起半年不让他碰你，现在他有了女人跟孩子，你还不介意？女人跟孩子，我可以让他立刻就没有。什么？救命！我不会游泳，我不会游泳，救命啊！救命！救我！放手，他不会游泳。周师傅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先放手。救我！早知就为我修为，你的死仇不够代替。这是我赐你的，就算入了轮回，生生世世，我也要与你纠缠到底。我不灭心火烫，仅有个岁月光，负你残妆，春曾透进伤。兰兰的电话还打不通吗？打不通，刚跟尹总正打电话呢，忽然就断了。老大老二让警察带走了，他爸又住院了，老三在英国呢。公司集团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总得有人出来主持大局吧？老夫人，您先别着急，刚刚有人看见尹总被抱进这间公寓了，我再让人再找找。你醒了？你奶奶好像在找你。Last night I could not sleep. Thought about what you said to me. 萧先生，别说话。你家里好像出事了，外面有很多人在找你。不着急，让他们找去吧。出家人，学生，修佛的那种学生。确切的说是京大历史系来养贤寺研究佛学起源的，顺便帮寺里做点事情。那很好。历史系的学生。既然你是学生，那我就不算亵渎出家人。我的耳机。你落在寺庙门口，我追过去就是为了还给你耳机。我当时在打电话。那你听到我的通话内容了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谢谢你。严总，老夫人到处找您。您现在在哪儿啊？在一个很简陋，但是挺干净的房间里面。那现在？我现在要睡一觉，一个晚上瘾是不会崩塌的。那祝你好梦。
剩下的交给你了。这是你的宿舍？这是养贤寺附近的一个公寓，我租住在这里。借我一晚上。外面有很多人都在找你。我越晚出现，他们越觉得我更重要。放心，我只占用你一半的床。我去跟同学挤一挤。跟我坐下聊会儿。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学佛啊？不是学佛，是研究佛学的起源。我是历史系的，但越研究就越发现，有很多现实解释不通的问题，用佛法一解释就通了。那你毕业之后会出家吗？我只是对佛法里的一些观点比较感兴趣，并不代表我会出家。杀世同人呢？哦，你说那个落水的女孩，你晕倒之后，我就把她救上来了。这个30岁的老处女，心理变态！这个女人脑子虽然不好，但是她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。是吗？她说我一个30岁的老女人，到现在还没碰过男人。啊？谢谢。那你醒了？为什么昨天晚上自己穿了衣服不给我穿？我会对昨天晚上的事情负责的。那我去给你找一件干净的衣服换上。严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个人，他把我关在房间里面，他想对我。怎么会有人干出这种事？报警！你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说一遍。昨天我正在打电话，我大概走到湖边，突然感觉身后有人。我刚回头就被打晕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就在他房间。你说的他是面前这个人？是。然后他对你做了什么？他把我绑了起来，嘴巴用布条缝起来，脱了我的衣服。后来，我真的睡着，就挣脱绳索跑了出来。会不会是弄错了？他是我们班最优秀的学生，平时循规蹈矩，绝对不会。简直是荒唐！
门之下，又是学佛的学生，竟然对我的孙女做这样的事情，你作为老师，你还要包庇吗？当然不会包庇，但江宇在学校追求者众多，可他因为痴迷佛学，到现在还是单身，我实在不敢相信。他没情感我，他在我旁边打坐了一晚上，说要锻炼自己的忍耐力。这么变态！够了！我们尹家绝不会善罢甘休，必须把这个人渣抓起来。奶奶，我不想把事情搞大，万一家泽那边知道的话，我也是。我们希望学校严肃处理，这种人就不配在京大待下去。奶奶，我先跟楚秘书去医院看望我爸。你还好吗？没事儿，顺便去做个检查。哎，我们家最近是怎么了？家宅不宁啊！走吧。严总，那个京大的学生真的对您……他昨天捡了我的耳机，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对话。先发制人，总比被动的好。严总说的是。吃个橘子。反正你好好的。兰兰，孩子还在呢。家泽，如果不是有人救了我，我已经一尸两命了，我就死了。太可惜了。你先忙，一会儿来看一下我爸。哦，对了，昨天你说苏家泽会甩了我，选择你跟你肚子里的孩子，正好他人在这儿，我帮你问一下啊。家泽，你会选择谁？兰兰，你误会了，其实我跟这个夏世彤呀根本没有任何关系，没关系。你看到了，他说没关系。严总，江夜回国了，帮我制造一场偶遇。这货送给你。兰兰，你听我说，兰兰，兰兰，你别生气，你听我解释呀。不用解释，我不生气。苏家泽，你已经不是我的自由选择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刚才说什么偶遇？在江城呢，苏家跟尹氏确实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，也是我尹兰目前能攀到的最好的高枝。但是江燕回来了。江燕她有太太呀？这太太车祸去世了，他还断了一条腿。哎，好心疼，好可怜。他现在等着我安慰他。喂，依兰，你是我见过最利益熏心、为了利益权势最不择手段的女人。喂，江燕看的那幅画讲的是什么呀？这是专业画评人给您写的，您照着背就行。黑色的夕阳下，代表着画者的心境是绝望跟无助的。这个画评人直接开除吧。那幅画是江燕太太画的，江燕对她太太极好，
怎么可能9万个无主？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可惜我的腿站不起来。我真想摸一摸这一轮黑色的太阳。你不觉得黑色很压抑吗？你知道彩色的黑吗？彩色的黑。你看，在灯光的照射下，是不是五颜六色的黑？真的，有颜色的。韩熙画这幅画的时候，我以为他很不开心，很不快乐。不，你错了。这幅画的色调虽然很沉，但是你看这个小女孩，她面对黑色的太阳向往的样子，怎么可能是不开心、不快乐呢？你看懂了？这幅画仿佛给我注入了一种能量，我特别想摸一下，我可以摸一下吗？当然。朱秘书，扶我起来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反正我的腿没有知觉。这个距离，我刚好可以摸到太阳哎。哥，阿宇，你？他竟然是江燕的弟弟，还真是巧。哎，几天不见，这腿是受伤了？扶我一下。哦。谢谢啊，打扰了。哥，他很喜欢你嫂子的画，而且他看懂了。你认识他吗？我刚看到一个人，他好像啊，别好像了，他就是养贤寺京大那个学生。原来他是江燕的弟弟。我还真是有一个聪明又机灵的秘书啊！那我马上去查清楚。不过这样一来，您和江燕只是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而已，我绝对不会让他成为我的绊脚石。那我想办法安排你们的第二次偶遇。第二次了，还能算是偶遇吗？哦，对对对。上天台。什么？尹贤寺的事情，哥知道你不是那种，一定是那个女孩诬陷你，我会让人找到她。江总，你有没有看见尹总啊？他刚才走了。这尹总的电话也打不通，他这2天情绪很不好，我很担心。有人要跳楼！尹总，别啊！怪不得我觉得刚才他情绪不对。阿宇，你赶紧去看看。好。尹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别过来！我只是想一个人安静的待会儿。你别吓我！明明是苏家泽那个渣男在外面约小三，辜负了你一片信任。
明明知道你俩要结婚了，他还这样，但你也不应该为了一个渣男这样。别说了，人生苦短，我还要经历背叛、猜忌、背刺，等。聪明的孩子，你要去哪里？不如归去，红玛丽贝贝好。呀！我们都要死了，还不让我选择我的死法吗？我是要渡你，不是为了杀你。你是怕我自爆金丹，让这方圆百里的百姓都陪葬吧？你想要救百姓，那就要跟我的魂魄绑在一起。我倒要看看轮回之后我们如何纠缠。严总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林小姐，刚才听你秘书叫你尹总，你叫我尹兰就好了。我太太刚走的时候，我也会想不开。我们的情况还是不一样。无论怎样，都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。哦，对了，丁先生，我很喜欢你太太的那幅画，今天是展出的最后一天了，你可以买下它。我太太的作品，我只展览，不对外售卖的。我明白，抱歉打扰了。不过，等到收展之后，你可以去我家观赏。真的啊？原来我满心一买，看到你太太的画以后，觉得生活都充满了希望。你太太的画有一种力量，能让人觉得前方的路没有那么迷茫。难得你真不懂她。陈先生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哥，没受伤吧？没有，天台风太大了，咱们走吧。我是要渡你，不是为了杀你。我倒要看看轮回之后我如何纠缠。那我那次是幻觉？这青天白日的，难道我是做白日梦？严总，严总，严总，叫魂儿啊！小师傅，这么巧？我还以为你是来戳穿我的呢，原来是来给我送耳环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怎么做？我嫂子去世2年，我哥郁郁寡欢，他才走出来不久。然后呢？别接近我哥。我跟你哥是同命相连，我了解他，我可以做他的结语花。我说过，那晚的事情我会负责的。我只是想测试一下自己的魅力，忘了那天晚上吗？小师傅。走。
真是个五角四美的好青年。喂，尹兰，到底在搞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尹家现在还不够丢脸吗？你不应该去骂苏家泽那个渣男吗？你立刻马上给我滚回来！脾气这么暴躁，小心爆血管。陈秘书，开慢点，我想吹吹风。谢谢叔叔。兰兰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出院了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去接你啊。你这整天忙得不见人影，还是人家嘉泽把我接出院的。是吗？苏家泽，你怎么来了？小三儿的胎保住了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生下来嘛，去做个亲子鉴定，敢不敢？你来。跟我去书房。嘉泽，你再喝会儿茶。您请便。我已经让人把新闻删除了，你和嘉泽的婚礼可以继续筹备了。他出轨？你二哥回来了，你帮他代管的那项目可以还给他了。这段时间你就安心继续筹备婚礼。他出轨？你就只会说这一句吗？好，那我们说尹浩，他酒驾当众发酒疯，造成的社会影响很大，客户拒绝跟他对接。你厉害，你有本事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背后玩了什么花样。叶兰，我知道你有野心。爸，我不光有野心，我还有能力。听我把话说完。不管你有多大的能力，记住，你始终是一个女孩子。我们尹氏集团是不会交到一个女人手上的。看来出轨这件事情对您来说可以完全忽略不计，怪不得您当年对我妈……我就知道你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若不是建在你母亲是我的结发妻子份上，哪里还有你的出生？那我还得谢谢爸对我妈的深情厚谊。你也不用在这阴阳怪气。嘉泽他是逢场作戏，你不要忘了，我们两家有多少生意合作。你们不结婚，苏家就要撤资。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尹家雪上加霜吗？那如果我可以找到一个为尹家雪中送炭的女婿呢？苏家泽就是不二人选。不要废话了，去跟嘉泽好好聊一聊。大江电子那边已经给了反馈，那批电路板的检测已经过审了，今天下午就能签合同。哦，对了，东海湾那块地的批文也下来了。尹总，你可真是女强人啊！这任何问题在大少二少手里捂了那么久都没消息，这你一接手啊，这所有问题都立刻迎刃而解了。什么女强人，还不是得靠男人上位？江岩还没给你打电话呀？哎，尹总，您这不是靠男人上位，而是这些男人啊，是你成功路上的垫脚石。安妮，快下班了吧？我订了撸塔的位子，今天我们烛光晚餐。滚出去！
脸不痛了？哎，我的花，你，哎，我，哎呀，差不多得了。就像你爸说的那样，我那都是逢场作戏。再说了，你爸当年在外边给你生了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这不都是你们家的传统啊？哎，苏家泽，其实你出轨我一点都不生气，因为你根本就不够资格让我争一争。疼！哎呦，疼！快！你别太得寸进尺了，依兰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你最佳也是唯一的选择，没有我，你在尹家，在尹氏只能做冷板凳。我告诉你。哈，对了，你上次说想抱江燕的大腿，真以为你去了人家太太画展上逛了一圈，她就能对你怎样？你想多了，我告诉你。喂，叶兰，我是江燕。江燕，你还好吗？挺好的。叶兰，今晚有空吗？到我家来看画。我太太还有好几幅画，是我上次没有展出的，我觉得你一定喜欢。当然有空，我一定来啊！好，我让我弟弟去接你。没问题。我唯一的选择。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带着你的小三小四去订你的法国餐厅了。江燕还就是个瘸子呀，他。我也不跟他去攀岩。再说，我看中的是江家的社会地位跟张家的能力，你们苏家能相提并论吗？还不走？你要再不走，叫保安了。行，好。好帅呀！又见面了，小师傅。你跟我哥拉近距离的道具呢？前段时间因为渣男伤心过度不能行走，所以只能坐轮椅。幸而在画展上看到了江太太的一幅画，又因为天台上你哥的一句话醍醐灌顶，所以现在好了。你觉得我哥会信吗？他从一开始就没信过我呀，不然你觉得他邀请我去你家，能不把我从里到外的查一遍吗？包括养贤寺的事。你这是胎记还是纹身啊？胎记。有没有人说过你这个胎记很诡异啊？生下来就有，你是第一个这么说的。到家了你不进去？别进去，不然我会当着我全家人的面说出养贤寺的事。这样你父母就会对我的印象变得很差，就算你哥江燕不在意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继续在一起。这确实是个问题啊。不过我这个人呢，看人一向很准，我相信你会走。林小姐啊，多吃点儿。你是我们家阿燕这2年呀第一次请到家里来的朋友。谢谢伯母。
伯母，这个汤我很喜欢，是您亲手煲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喝出了妈妈的味道。你妈妈？我妈很早之前就去世了。哦，那你再喝一碗。妈，人家女孩子晚上都吃的很少的，别把人家撑坏了。伯母的汤这么好喝，撑坏了也值得。那你就多喝点啊。江宇啊，你这回来也有段日子了。明天你跟你哥去公司看一看吧。校长只让我写检讨，趁这段时间背背心经。我不是被学校开除。那不是都看咱们江家面子吗？你看现在事情搞成这个样子，还回学校干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。这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冤枉我儿子？阿燕，你查出来了吗？阿宇给我的信息不全，养贤寺也没有监控。我查了那一天所有的香客。啊，对了，好像有尹老夫人。你说那天啊，我是挺有印象的。你那天陪我奶奶在庙里睡了一觉，第二天一大早就听见有个女生一直在喊救命，但是我没有看热闹的习惯，也就没去看了。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有一个女孩子呀，冤枉我家阿宇非礼她。我们家阿宇是学佛的，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情？是吗？江弟弟一看就是特别乖、特别正直的人，肯定是那个女孩冤枉他了。你们之间是有什么矛盾或者误会吗？阿宇，你把那个小女孩的样貌特征告诉我，我让人再去查。香客再多也就那么多人，一定会查到的。也不算小女孩吧，大概30岁了，短发，眼睛很大，鼻子很高，很漂亮。你这说的也太笼统了，眼睛大，鼻子高，很漂亮。比如尹兰，就很符合你说的。她下巴上有一颗很大的痣。正好那天我也在，我也帮你回忆回忆，有没有见过一个下巴有一颗大痣的漂亮女人？尹兰，我太太的画室很久没有打理了，我先过去收拾一下，让阿宇带你到花园里逛逛。我们江家的花园还是很好逛的。好啊。这么漂亮的眼睛，怎么视力不好？你看看，我下巴上有痣吗？佛家有一句话叫做“出家人不打诳语”，你不是出家人，那撒谎会不会影响你的修为啊？小师傅，你怎么不说话？脸红了。现在居然还会有脸红的男生啊！你为什么要替我撒谎？为什么要替我遮掩？你不是不喜欢我接近你哥哥吗？难道你喜欢我？你跟我大嫂的性格完全不一样，我哥不会喜欢你的。你会买颜色款式一模一样的衣服吗？换一种也无妨。再说了，他喜不喜欢我和他选不选择我是两回事儿，这就是现实的世界。
跟你向往的世界完全不一样。干什么？宁兰，如果我说，你说什么？如果我说我喜欢你，你先告诉我，佛家的8戒有哪些？不偷盗，不杀生，不淫邪，不妄语。你看，你今天就破了一些，还想再破吗？我不是出家人，我有喜欢任何一个人的权利。我跟你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跟你哥才是。还有这么多话没整出呢。这些是我太太不满意的，她扔掉了，我又偷偷捡回来的。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扔掉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在这些话里没有找到自己。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。你太太应该是一个非常多愁善感的人，一般艺术家都是很敏感的，但是她跟你在一起太快乐了，快乐的都不像个艺术家了。怪不得。你为什么这么懂他？你就当我是你太太的转世之身吧。开玩笑的。我太太眉毛里藏着一颗红色的痣，你也是。那你就当我是吧。尹兰，谢谢你的出现。你能做我女朋友吗？我有未婚夫了。那个渣男，你还要和他结婚吗？你知道的，像我们这种家族呢，婚姻是不能自主的。而且我们跟苏家一直有生意上的往来，就算苏家泽在外面生一堆的孩子，我爸还是会逼着我嫁给他。苏家这几年也一直走下坡路，别跟他们合作了。跟僵尸合作。有了。你喜欢我哥吗？不喜欢。那我不明白。你不需要明白。我哥迟早会发现这只是假的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真真假假。我们一共见过4次，每一次你都在撒谎。见我几次都记得这么清楚。没错，我是撒谎成性，但是一身正气的小师傅，你今天好像也因为我撒了谎。我最近总是做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我梦见你这个小师傅啊，是一位法力无边的得道高僧，而我是一个祸害苍生的妖魔鬼怪。你想要渡我，然后呢？然后梦就行了。也不知道最后到底是你渡了我，还是我把你也拉进了无间地狱。不过谁说的准呢？我好像每次一摸到你这个胎记，
就会做梦。回见，小师傅啊。哦，不对，江弟弟。萧法师，那么多人你不去渡，你何必苦苦纠缠我呢？难不成你跟那些世人一样迷恋我？你害怕了？你为什么害怕？为什么抗拒？大师，我听到你的心跳声好快呀！死渣男，老娘向你示爱，你又捆腰索偷袭老娘！是妖怪吗？那太极为什么会发光啊？想不想知道我这次在梦里又看到了什么？你的胎记在我身上。哎，瞎了！回来看到二哥不问个好？二哥酒醒了，驾照吊销了吗？看来以后你只能让司机开你的2人座跑车了。没教养的东西，还敢躲！张妈，太太，收拾了。好了好了，乖孙子，消消气啊。尹兰，你也是，一回来就惹你二哥生气。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好了，这猴子死犟死犟的，你就不能躲点？好了，没事啊。来，这。你干什么？别乱来啊你！哥，奶奶跟爸爸从小就教我，女孩子要讲究3从4德，尤其是对男人要顺从。我给你削个苹果吃。奶奶，我做的对吗？干嘛？我妈给李薇个照片呢？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今天不是我打扫的房间。到底谁进我妈房间了？谁偷我妈东西了？我妈的林薇根照片是不是你？这么晚回来，弄得全家不宁。所以你知道我妈妈的照片不见了是吗？是我让他们清理了。你妈是早亡，这种东西供在家里不吉利。你是想折我的阳寿吗？我妈妈的东西到底在哪儿？储藏间。
和苏家泽的事情，让苏家很不高兴。现在不是你愿不愿意结婚，而是让苏家退婚了。我们和苏家的合作全部都泡汤了。不要以为能力超群无人取代，离了尹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尹小姐，尹小姐，要不要让你的秘书过来接你啊？密码是多少呀？干嘛？出来。小兰，小兰，你为何一次又一次的伤人？早知如此，我就不该，你就不该救我，对吗？没错，10年前我是一只快死的野狐，你救了我，把我养在身边10年，你以为我会被感化？变成一只一心向佛的狐，可是你错了。我是9尾狐妖，我修炼要吃人的精子，化形要吃人的五脏，就凭你每天割自己的那点肉，怎么够用？为何执意要化形？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害死多少人？因为我不想，我是在你身边当一只小狐。你为何不看我杀的这些人都是什么货色？在你心里，我连这些人渣都不如吗？你醒了，喝点果汁，补充点维生素 C。我原本还对你心存愧疚，我觉得那天冤枉你了。现在呢，佛学院的优等生。不是佛学院，我是研究佛学起源的历史系。那不都一样吗？你是不是现在嘴里心里都在念着阿弥陀佛，骂我这个坏事做尽、谎话连篇的坏女人？那你昨天晚上你还对我……昨天晚上你喝醉了，你又不肯回家，我只能带你到酒店。哦，然后你就把我……然后你吐了自己一身，我就把脏衣服都脱下来给你洗，但我什么都没有做。一整晚你都在我旁边打坐，什么都没干，跟那天晚上一样。你衣服洗好了，去帮你拿一下。一开西线被抓，证据是我提供的。以后酒驾，记者也是我叫的。我就是要让他们所有人都看看，他们到底是什么货色！贪污、喝酒、玩女人，尹氏要交在他们手上，早就废了。是，我是撒谎成性，我为了上位，我不择手段。我就是不要像我妈一样，
为了所谓的家庭，忍了一辈子，最后一语而终。我就是要不上法律，我就想爬在最高处。可是我连妈妈的牌位我都保不住，就因为我们家至高无上的老太太说我妈妈是早死，不吉利。可是他们却只字不提，为什么？我妈为什么早死？为什么？我妈去世之后，我就发誓，我要做一个坏女人。我会用尽身边一切可用之人、可用之事，我拼命往上爬。佛家中有3道：贪、嗔、痴，我全都占满。贪欲其实谁都有。憎恨如果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话，那不叫恶。其实你不是一个坏女人。哥，昨晚怎么没回来？一个朋友喝多了，我守着他。什么朋友啊？你这么伤心？男的女的？女的，就是你爸让你今天来公司。哥，我不想。爸让你来，你就走个过场。好吧。江总，董事长让2少来集团学习新业务，他不会是想把集团最重要的新项目交给他来做吧？我都不担心，你担心什么？江总，您今天的行程是去尹氏集团，您真的要跟他们合作吗？尹氏集团近2年发展不错，他们的副总尹兰非常有商业潜质，而且苏家撤资，他们似乎遇到了麻烦，是个机会。那个尹兰为了上位挺不择手段的，什么喜欢您太太的话呀，什么天台亲生，其实都是。他是懂如何投其所好的，是个聪明人。我喜欢跟聪明人合作。对我来说，婚姻也算是一种合作。阿宇，快过来。爸，去跟爸打招呼了吗？还没。快去打个招呼，然后跟我去尹氏。尹氏？谈合作。你们说，苏氏撤资，后面的资金流怎么办？这不得问问我们高贵的4小姐，你从来不靠男人上位的女强人，想个办法。你除了会阴阳怪气之外，能有什么办法吗？叶兰，跟我伶牙俐齿没用，有本事拉来投资啊！投资来了。尹董，不好意思了，我不请自来，没有打扰你们开会吧？啊，不打扰，不打扰。哎呀，江总啊，好久没见了。您坐，不用这么客气啊。江总突然到访是？啊，昨天跟尹兰聊到尹氏的几个新项目，我还都挺感兴趣的。啊，江总是想跟我们合作？是啊，尹董，不会是给其他公司了吧？
哎，没有，只是我不知道你们俩怎么就认识了。我们不但认识，昨天晚上阿兰还答应了我的求婚。求婚？虽然今天才是我跟阿兰见的第3次面，但是我们一见如故，仿佛我们见了3生3世一样。哎呀，贤侄啊，是这样，让小兰带你去我的办公室，咱们俩好好聊一聊。你们继续啊，来，这边请。让你妹妹坐。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你跟江燕有来往？啊，我也没想到进展这么快，可能他对我一见钟情吧。难怪你对苏家泽，哼，那个人渣啊，不要也罢。江燕啊，已经跟我们签合同了，那你们的婚事听爸爸安排。你们年轻人自己的事情啊，自己做主，我从来不干涉。哈哈，我4个儿女当中啊，虽然你只是个女孩子，但是能力是最强、最优秀的。爸，东海湾那个项目交给你来做。爸，东海湾的项目之前是尹兰替我跟进的，现在我回来了，都看你做成什么样子了，资金链差点都断了。你要有你妹妹1半的能力啊，我也就省心了。啊，江燕啊，还在你办公室等你，去吧。对了，爸，我妈的照片跟牌位，我马上让张妈把房间好好打扫一遍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妈妈的牌位应该进尹家的祠堂，这是她生前最大的愿望。应该的，你妈是我的结发妻子，她早就应该进尹家的祠堂了。没错，我妈永远是尹家的当家主母。你刚刚在会议室都听到了，我马上就要跟你哥结婚，并且成为你的大嫂。我哥并不喜欢你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他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他，扯平了。难道为了上位，为了在尹氏站稳脚跟，你真的什么都能舍弃吗？不然呢？铁姐，我爸刚把尹氏最大的项目交给了我，我妈也马上能进尹氏的祠堂。只要我跟江家联姻，我想要的一切唾手可得。你想批评我，想骂我，还是想渡我这个利益熏心、立字为上的坏女人？不会的。如果当我知道你处境之后，我不会批评你的。我明白。你不明白，你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，你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你哥哥，但是你不争不抢，所以你无论是修行还是想当富二代都无所谓，因为你永远都有僵尸给你撑腰，但是我不一样，所以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。你想说你喜欢我，你也是江家人，你也可以给我想要的一切。你不能，因为你在江家永远是老二，你永远都要被你哥哥压一头。我想要的是一个能托付我到巅峰的男人，而不是一个佛系的富二代男朋友。
等着急了吧？你的办公室很简陋啊，很难想象这是尹氏集团副总的办公室。还行吧，能办公就行。你值得更大更好的。我很重的，会压坏的。第一次见面我就说过了，我的腿没有知觉。那也不行，我会心疼的。先订婚，还是先结婚？结婚？我以为你会嫌太过仓促。我们不是都已经等了3生3世了？阿宇，哥，进来呀！站在门口干什么？我和阿兰很快就要举办婚礼了，我的腿不方便。阿宇，你帮着阿兰筹备婚礼。哥，我说，他明明听见了我和江宇在后楼梯口的对话，也明明知道江宇喜欢我，那他为什么还要跟我结婚？甚至还让江宇跟我一起筹备婚礼，创造让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机会。爸，舒服点了吗？舒服多了。你小时候呀，就有大师说你有慧根，学什么都比别人快。阿宇啊，你现在也快大学毕业了，爸希望你能回来公司。哥现在管理的很好，而且我还想继续深造。你学佛学，爸不反对，但你要分清爱好和事业。你哥他腿不好，管理公司起来越来越力不从心，公司的未来还需要你成长。我知道你是怕你哥多心，但你也是江家的继承人呀，阿宇。尹小姐，这件中古礼服只有您能撑得起来，您简直就是18世纪的公主。我不要当公主，我要当女王。对，女王。你怎么穿着新郎礼服啊？我哥说我跟他的身材差不多，让我来帮他试一下。弟弟替哥哥试礼服，你不觉得很诡异吗？你知道的，我哥腿不太方便，他多多少少会有点在意。那结婚呢？也有你替代吗？你真的要跟我哥结婚吗？我说过了，付出一生。为什么约我来你的私人别墅见面？今晚我要给你一个惊喜。
我家里人多，不太方便，白天不好意思啊，临时有个会，才让阿宇替我去试礼服的。既然是惊喜，我就不能问是什么了。你晚点就知道了。别墅密码发给你了，等会儿见。等会儿见。不是说一会儿来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你怎么来了？你哥让你来替他送惊喜啊？我哥让我来给你们送你们结婚用的首饰。你干什么？你生病了？不发烧啊？别跟我哥结婚好不好？你喝喝酒了？你吃什么了？你来的时候？出门前，张妈给了我一杯牛奶。牛奶？牛奶有问题，走，洗胃去。我难受。牛奶是张妈给你的，张妈是你哥指使的，所以你知道你哥的目的是什么了？忍住，我带你去医院。行淫者必受恶报，现世或后世，若我行淫者，便当自害，亦当勿口他。现世或后世，若我行淫者，小兰化成人形，就是为了跟空羽大人一辈子在一起。现世或后世，若我行淫者，便当自害，当勿口他。行淫者必受恶报，现世或后世，若我行淫者，必当自害。空羽大人，你忘了，我有9条命，就算你自报原因，也只能带走我8条。不过，这最后1条，小兰还给你。
枯雨大人，你可要带着小兰的魂魄好好活下去啊！小兰就先带着你的魂魄先走一步，黄泉路上、奈何桥边，小兰都等着你。江宇，你不是最能控制你自己了吗？回去控制你自己。邪淫者必受恶报，现世且后世，若我邪淫者，便当自害。江宇，你清醒一点儿，你哥的人现在就在后面。如果你现在控制不住你自己，你就会被扣上私通大嫂的罪名，你父母不会再信任你，你也不会成为江氏的继承人。我本来就不在乎女性，我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但我可以有我自己喜欢的女人。其实我在养贤寺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看出了你满眼的虔诚。虔诚？对，你想改变现状的虔诚。依兰，你从来都不是一个坏女人。这不是江城首富的二少江宇吗？他身上的那个人是谁？江大少，江燕，快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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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是哪个电视台？谁让你们偷拍的？把照片给我删了！阿宇，阿宇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这是……哥，我没事。这不是阿兰的车吗？你怎么在他车上？阿兰人呢？尹小姐的手机铃声好像是从车里传出来的。是吗？阿宇，你身下那个人是谁？你有没有见到阿兰？二少，你不会和大少的未婚妻？你怎么对得起大少？罗大爷，你不是说给我准备了惊喜吗？怎么我只等来了江弟弟啊？你可以什么都放弃，什么都不要，那是因为你本来就拥有。但是我不一样。江弟弟说他吃坏了东西，要借我的车去医院。我看刚刚很多狗仔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。呀，弟弟晕倒了，我们先去医院吧。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待会儿我爸妈赶过来。让伯父伯母担心了。他们更担心的是，我们江家有没有出什么丑闻。不会，吃坏东西不算什么丑闻。当然，吃错东西就算了，但如果是爱错人了，叶兰，我只是腿瘸，不是蠢。你和阿宇早就认识，甚至互生好感，就在我眼皮底下暗度陈仓，直到今晚，阿宇喝了他哥哥给他的牛奶，你们俩情难自已，就在车里面控制不住。我说的对吗？当然，故事还有另一种说法，那就是你对江宇
从来都没有好感。今天只是弟弟想要强行将大嫂占为己有，那你也是受害者。毕竟弟弟爱上大嫂，这在我们江家是不允许的，社会舆论也是不允许的。你很聪明，我知道你会选第二种，你会向我的父母哭诉阿宇对你的所作所为。1周后我们举行婚礼，记住，你想要的只有我能给。妈，你们来了。阿宇呢？阿宇在急诊室洗胃，没有什么大碍。他吃什么了？需要洗胃啊？喂，儿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可把爸妈吓坏了。就是啊，你可把我们吓坏了你。对呀。阿少无碍了，就是刚洗完胃，还是有些虚弱，需要留院观察1个晚上。快送病房啊！叶兰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。妈，阿兰有话跟你们说。有什么事吗？其实我在养贤寺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看出了你满眼的虔诚。虔诚？对，你想改变现状的虔诚。叶兰，你从来都不是一个坏女人。你错了，江宇，我就是个坏女人，而且是个一切以利益为先，没有任何感情良知的无耻。行了，先去病房再说吧。何父伯母，本来这件事情我是想埋在心底的，但是不说又觉得对不起江燕。今天看到你就觉得情绪很低落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江宇借口替阿燕送首饰，然后试图强暴我。阿兰，你在说什么？阿宇怎么可能对你？他一直是个分量正直的孩子。分量正直只是他的假面，在养贤寺那天晚上被他囚禁威胁的女人就是我。老公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行了，先送病房吧。我不相信阿宇是这样的人。叶兰，你要不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吧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阿宇啊，我们想亲口听你说。快说啊，揭穿我的谎言，告诉你的父母你被下了药，他们不是傻子，顺藤摸瓜会查到江夜的头上。我看得出来，在2个儿子中，他们更看重你。叶兰，没错。没错是什么意思？爸妈，我想休息。爸妈，我真的没想到阿宇是这样的人。尹兰是我的未婚妻，他怎么可以对他未来的大嫂这么做？这是家里的事情，关起门来再说。这是关乎我们江家的名声的问题。你既然知道这关乎我们江氏的名声，那你为什么刚刚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？啊！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真相了吗？在你身边的都是坏人，包括我，随时会反咬你一口。你让我想起了一个典故，古印度的萨特瓦王子发现了一头奄奄一息的老虎，他为了救老虎，将自己的血跟肉都给了老虎。老虎活了，他却死了。
萨特瓦王子是释迦牟尼的前身，人家舍身饲虎，是因为能修炼成佛。而你呢，只会被这个世界生吞活剥，最后连渣儿都不剩。所以你是故意的，你并非被我哥所胁迫，你想让我看清你认为最真实的世界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江燕跟我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都是龙。活到一错再错，难道就不想挣脱这痛苦的枷锁？不听，我们念经。臭法师，我命都给你了，醒过来以后还想毒我，你就那么缺功德吗？我告诉你，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先走了。我又做这些该死的梦。所以，我现在在用焦宇的灵魂来渡自己，太可笑了。喂，3天后办婚礼，这么快？这不是你接近我的终极目标吗？你想要的一切即将唾手可得，但婚礼那天，我需要你帮我完成一个有趣的小节目。婚礼结束后，我们去领证。你又想坑你亲弟弟？江野，我一直以为我挺聪明的，可是我现在才知道我到底有多蠢。你从来都不是我的猎物，而我才是你的猎物。你允许我接近你，是因为你早就知道我跟江宇认识。聪明人不会去追求因，只在意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。明天见。妈，我要结婚了，结婚对象是江氏长子，爸爸很开心，说等我结婚之后就让我做影视的总经理，我离我想要的只差一步之遥。可是妈，我为什么不开心呢？今天晚上我第2次诬陷了同一个男生，我是个坏人，但我也要做个坏人。
Good girl。等婚礼圆满成功，明天你就是我法律上的太太了。怎么气色这么差呢？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了，一定要养好精神，做我江燕最美的新娘。我倒是很想知道，你打算在婚礼上怎么坑你弟弟啊？你也看到了，那天你的一面之词，我的父母一点都不相信。所以这几天，我打算隐瞒我们结婚的事。等到结婚的时候，江宇一定会去阻拦你。到时候你在婚礼现场的包房里等他，尽你所能的勾引他。然后你会在包房里布满摄像头，全程无死角的把我用这段叔嫂畸形恋拍下。你放心，我会掐头去尾，让你在整个过程中都是被强迫的那个。当然，这需要你配合。可是你不管怎么抹黑江宇，他依旧是你父母的心肝宝。没错，但是我并不会把录像发给我的父母，而是公之于众。公司的股东一定不会让一个名声败坏、勾引自己嫂子的人进入董事会。你也不必担心，我不是卸磨杀驴的人，我会恪守我的承诺。你做你的尹总，我做我的江总，我们双剑合璧，天下无敌。是够贱的。尹兰，你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最好笑吗？是当了婊子又立牌坊的时候。既然做了坏人，就要做到底，不然等你死了，下不了地狱，也上不了天堂。算一下。据说这枚小小的 U 盘里装着我们新郎和新娘美妙的爱情故事，让我们期待一下。好期待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样合适吗？这样好吗？我怎么有灵感？你先出去吧。好的。帮我看一下，我这两个耳环是不是不一样高啊？你躲什么呀？你不就是来找我的吗？来阻止我跟你哥结婚？别跟我哥结婚，你会后悔的。我很少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，或者换句话说，我只要做了，就不会后悔。你会的。你又想用什么佛法说服我，让我戒掉贪嗔痴？是你把我喊过来的。一口酒不会醉的，你想阻止我吗？亲我。你都看到了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跟我一起走。那你来不及了。好期待，对不对？直到今晚，阿宇喝了他哥哥给他的牛奶，你们俩情难自已，
这个车也控制不住。我倒是挺想知道，你打算在婚礼上怎么坑你弟弟？到时候你在婚礼现场的包房里等着他，据你所能的都听到。然后你会在包房里布满摄像头，全程无死角的把我们这个事杨艳，拍下来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啊！你放心，我会掐头去尾，让你在整个过程中都是被强迫的。当然，这需要你。阿宇他从小到大，无论任何能力都比你强，但是他为了让你安心，一直在退让。我需要让他退让吗？我比他差很多吗？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公司上，还是得不到你们认可。我看你就是把精力放在怎么算计你弟弟身上。公司的好几个项目，要不是你弟弟帮你上火，公司现在早就出大纰漏了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今天婚礼暂时取消，送客户。公司的事情，现在不用再管了，你给我回去休假去。爸，您这是要革我的职吗？还就没有在江氏集团任命总经理，革你什么职？没想到我原来只是个代理。行了，我不想再看见你了。我能力卓越，善良正直的好弟弟，你应该担当大人。像这种小事，不必劳烦你。哥，事情本不应该弄成这样的。别老是装着一副傻白甜的样子，扮猪吃老虎够了吗？好一个将计就计！的确，我比不过你，任何方面，包括阴谋。伯母，伯父，今天的事情，尹小姐，我想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吧？你和阿燕的婚事就此作罢。你也别妄想和我们家阿宇发生什么。你很漂亮，也很有手段。我们家阿宇心地单纯，你们完全不是一路人。尹兰其实并不坏，她如果今天跟大哥合作的话，结果会不一样。好了，别替他说话了。尹总，我们两家的合作就此结束，所有的违约金我们会照价赔付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尹兰，你不要觉得你摆了我一道，就可以和江宇双宿双栖。你以为他真的能看上你？你不妨看一看，今天谁才是大赢家？本以为你是个聪明人，想不到你是最蠢的蠢货。一手好牌让你打得稀烂，给我滚！除我们尹家。尹兰，想傍着江家一飞冲天，玩脱了吧你？你们算计来算计去，最后还不是成了江宇的嫁衣？送你一句话，活该。
小姐，你父亲说了，从这一刻起，你再也不是尹家人了。明天我就开新闻发布会，我尹天明没有你这个女儿。我对做你女儿没兴趣，我带我妈走。妈在这儿呢。尹浩，你要是敢摔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？弄死我了！就你那几个宠儿子，隐世不出1年，就会被折磨倒。等一下！这是我们尹家的财产。等等，这几年你吃我们尹家的饭，我也就不让你吐。既然你这么有骨气，难道也要穿着尹家的衣服？够了，叶兰，你还不嫌丢人吗？掉头快走！有本事脱光啊！好了，我们走。我有个房子，你住我那里。Did you really think I just forgive and forget? No. 你脚好冰啊，我去给你放点洗澡水，洗个澡。你今天真是爱讲你一点。不对，我应该叫你江二少。你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你还真是慈悲啊！洗澡水放好了，你试试水温。我去给你拿湿衣。你真的是扮猪吃老虎吗？我跟江夜这两个自以为聪明的家伙，竟然被你这张单纯善良的脸给骗了啊！你手很凉，你先洗澡吧，我去给你拿。不是很冷啊，那你抱紧我啊！我去给你拿湿衣。别扮正人君子了，你不是出家人。我能力卓越、善良正直的好弟弟，你应该担当大人。像这种小事，不必劳烦你。哥，事情本不应该弄成这样的。别老是装着一副傻白甜的样子，扮猪吃老虎够了吗？好一个将计就计啊！的确，我比不过你，任何方面，包括阴谋。
衣服我就放在这里了，床单和被套都是新的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我不喜欢你能怎么样？衣柜里边还有几套，我可以拿来给你挑。现在仔细想想，江野的话并不无道理。你明知道他几次三番的陷害你，你还傻愣愣的跑过来。这样一张纯洁的脸，一双清澈的眼睛，却藏着一颗比谁都明白的心。你好好休息。你算准了我不会把视频交给江野，我跟江野还真是被你摆了一道啊！这是2少为你准备的车，我是您的司机，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开。张宇呢2少去公司了。江山不能一日无主。 2少说你就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，缺什么就直接跟我说。有了。严总，您的办公室已经被清空了，您的所有东西我都拿到我那儿了。还有，您的所有权利已经被董事长收回了。我来拿我的印章，在我这儿。谁把它放进来？你别狗吠，我来拿我的东西，拿到这里。什么东西？走吧。你昨天不是有骨气的很吗？怎么今天找借口来隐士了呢？神经病！小江总这边。小江总，谢谢啊，小江总。宁兰，今天我是来影视谈解约的，请便。但如果你是影视的总经理的话，我可以考虑继续合作。听到没？还不赶紧通知你爸？不对，林董事长。我虽然失去了江大少，但是我成功攀附了江二少。小江总，喝茶。我刚听说啊，你愿意继续跟我们合作？可以合作，但条件是恢复尹兰的职位。朱秘书，总经理办公室，到时候就给尹总用啊。是。昨天的事情是个误会，跟尹兰没有关系，还望尹总不要误会他。我知道。不过呢，他搞出这种事情，我作为父亲也要小小的教育一下。那我们就合作愉快。昨天我赤条条的离开尹家，就已经跟尹家的任何人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合作与否，也跟我没关系。你来，小江总在这儿，你就不要再耍脾气了。我刚刚踏进这里，就是为了看你谄媚的。现在我已经看到了，丑态百出，还有点恶心。尹董，我收回刚才说的话，我们的合作无限期暂停。哎，小江总，我这个女儿的脾气我最了解，她过一阵就会回来的。她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往上爬。尹兰兢兢业业的工作，全身心的投入在影视上。您不管作为父亲还是董事长，都不可以这么看她。是。应该把解约协议留下，我签好字。还杵在这儿干什么？快把尹兰追回来啊！地球为了他不转了，坏事情。英雄救美救上尹兰了。我是想说，如果你不想回影视的话，你可以来江氏。让你爸少操点心吧。
现在你想说现在将是你做主？这么有魅力的小家伙。我这小半辈子呢，一直在利用身边一切的资源往上爬，可是到头来我却发现一切都是一场空。我怕一句我不是尹家人，就把我这么多年的辛苦完全抹杀掉。我现在觉得我简直就是蠢到家了。我一直活在欺骗跟谎言当中，我就是池塘里最污浊的泥巴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就像你胳膊上的莲花一样，别被我污染。如果你不想变成莲花，那我就变成池塘里的泥巴。让你帮忙少操点心吧，江月，远离我。小江总说您现在没有地方去，就住在这里会比较方便。我在影视混了这么多年，还是给自己留了后路的。我有房子住。小江总知道留不住您，这个给您。这是什么？今天晚上是小江总的任职典礼，请您参加。不用了。小江总说今天晚上他会变成池塘里的泥巴。泥巴？我今日任职江氏集团总经理一职比较仓促，未来我会努力，也请各位多多指教。今天还有一个人要介绍给大家，这个人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，也是我下半辈子想要携手共度余生的人。他就是我的青梅竹马，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思佳。今天不只是我的任职大会，也是我和思佳的订婚宴。感谢大家的光临。尹兰，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未婚妻。尹兰，你还好吧？很好啊，不用介绍了，我刚听到了。青梅竹马的未婚妻。你好，尹总，经常听江宇提起您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吃了块三明治，手上都是沙拉酱。祝你们订婚快乐！我事先不知情，所以没有准备礼物，抱歉啊。没关系，你能来参加，我们都很开心。我也很开心。我还有事儿，就先不打扰了。不看完我和我未婚妻的第一支舞再走吗？好啊，反正也不急这一会儿了。哼。走。你这么快就跳完了？为什么不等我跳完了再走？我跳有事。这衣服是特意为了今晚舞会买的，很漂亮。你不是说你今天晚上要做泥巴吗？那我必须得穿得漂漂亮亮的看一看啊。那为什么这么着急走啊？因为加斯？
你看不惯我和别的女人那么亲密，你嫉妒。你要是再不放我喊人了，养贤寺那晚，我好心救你，你却主动勾引我，陷害我，害我被学校记了过。虽然这不影响我的学业，但这是我洁白如纸的人生履历上唯一一抹黑。从此我有了记恨的人，这个人就是你。后来在我嫂子的画展上，我又遇见了你。我哥是你的目标，我知道我报复的机会来了。我装作傻白甜，故意接近你，看着你跟我哥出招接招，而我什么都不需要做，我只需要做那个所有人眼中的我自己。就像你说的，浊世不染的白莲，这样我就什么都得到。我哥被革职，你被赶出尹家，你们费尽心思机关算尽想要得到的东西，在我这里不费吹灰之力。我假装喜欢你，但其实我早就有了青梅竹马的未婚妻。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一个曾经污蔑过我的女人？这样的黑话你满意吗？这样的我还是你心里那个不染浊世的白莲吗？我告诉你，从一开始我就和你一样，是池塘里最肮脏、最污浊的泥巴。我们是同一类人。喂，江宇，你在哪里？我上个洗手间。江伯父找你。你听到了吗，江宇？我马上就回来。好。刚刚门外那个是我未婚妻，而我却在这里跟一个女人拉拉扯扯。叶兰，我用你的方式跟你相处，喜欢吗？你一次又一次的算计我、利用我，你得让我慢慢的一样一样讨回来才行。叶兰，没有想到我这么快就出来了，还真是拜你所赐，让我在看守所里面整整体验了2个月。你还真是为了上位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！啊，买通张琳琳，揭发我，这事情你没做吗？我冤枉你了吗？你觉得我做的这些事儿，爸爸他能不知道吗？他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而你呢？你在媒体之前把这件事闹大，还找警察来抓我，你是真该死啊！我现在看你，就像一条没人要的野狗，活该，真活该。可是我就是不接气呀！你说我现在要是杀一条野狗，应该没有人在意吧？你看，我就算是野狗，那你永远蠢到如纸。平时交给你们没几天就观瞻大计，万一你掐死我，那我赌你不敢。你觉得我不敢？你觉得我不敢掐死你？我知道你最近丰功伟业，傍上了江家的2个兄弟，但是你觉得今天晚上这种情况，他们2个谁会来救你？
你以为你聪明绝顶，无所不能？我告诉你，离开尹家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是！罢了，既然我已与你换命，那我就陪你入了这一世轮回。下一世，我用你的命格来度自己。看什么？你不是说我不敢杀你吗？你不是说我不敢掐死你？看见我失望吗？这个时候，我那单纯善良、人畜无害的弟弟，正站在他人生的巅峰。所以啊，别太贪心。这个时候有人肯搭理你，就很不错了。我在想，现在有什么话能够形容此刻的你？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或者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再或者是水中捞月空欢喜。但有一句话，形容我那朵白莲花弟弟最合适不过了，那就是人不可貌相。看着那么与世无争的一个人，暗地里默默下了那么大一盘棋，算计了我们这两头老狐狸。所以一个人有伪装才是最可怕的。有一句话形容我们两个再合适不过了，不作死就不会死。我是不会死的，顶多我父母生我一段时间的气，但我仍然是他们的长子。最差的结果就是我们江家的一切，我和江宇一人一半。但你就不同了，如果今天不是我及时赶到，就算尹凯不是真的掐死你，今天晚上他也不会轻易放过你。我已经得到反杀，你也不远了。尹兰，你就这么认命了？我们可以继续合作，不做夫妻，我们也能做盟友。你就甘心落到如此境地？你就不想触底反弹？来了。今天我是来讨回你欠我的第一件事，杨贤寺那晚。脖子怎么了？你继续啊，干嘛停下来？一般黑化的莲花是在此刻不会怜香惜玉的。你现在应该用力地扯开我的衣服，一边嘲讽我，一边挖苦我，再一边
是的。怎么弄的？殷凯回来了。你大哥？他被关进去了2个月，应该是被我爸放出来。我找他的情妇张玲玲举报他，他出来的第一件事情肯定是找我麻烦。是养贤寺我见你的那天吗？尹浩酒驾被抓，也是我安排的。你不用觉得我可怜，这都是我自找的。你继续吧。我欠你的，你今晚不逃了。罢了，既然我已与你换命，那我就陪你入了这一世轮回。下一世，我用你的命格来度自己。刚救活，又被弄死了，简直就是浪费生命啊！醒这么早？你觉得你上一世是什么呀？人、动物、花儿、草，还是一栋房子啊？一般来说，上一辈子积德行善，来生应该会投胎成人。所以你上一世是人？不一定只有人才可以积德行善。比如一头猪，它从出生到被宰杀，不过短短的数年，但是它的皮和肉都奉献给了人类。如果吃它的肉，获得它的皮的人能够得到幸福，那这也算是一种功德。那花草、房子呢？花草芬芳，沁人心脾，让闻到它的人呢身心愉悦，这就是功德。房子给人们遮风挡雨。如果你上一世是一个无恶不作、冥顽不灵、堕入魔界的妖女，这一世却出生在大富大贵之家，为人也善良正直，这算什么因果轮回啊？再比如，我上一世是一个慈悲为怀、潜心修行、一心想着普度众生的大法师，为了去度一个妖女，搭上了自己的性命。这样的功德，我在这一世却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图、利欲熏心的人。你告诉我，这个算什么？你是觉得不公平？是的，不公平。如果你上一世是一个慈悲为怀的法师，这一世变成了他想要度的人，你不会觉得不公平。我们两个偷情的狗男女，
一大清早在这讨论因果轮回，我们的果将会是被千夫所指，被痛骂，被唾弃，被骂得无厘头。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了？你会觉得哪些事情是错的。坏人的世界里面就没有是非对错。抬头，2点钟方向，笑一下。这帮狗仔从昨天晚上就一直蹲点，半个小时之后，我们2个的照片就会遍布各大媒体。标题我都想好了，江氏集团再爆丑闻。昨日订婚的江氏集团总经理江宇与其大嫂，与其前大嫂共赴爱巢，共度良宵，叔嫂激恋，寡廉鲜耻。各位股东，咱们公司第2轮的融资现在正在进行，各位可以发表一下意见。江燕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是让你去度假吗？爸，虽然我现在不是江氏的总经理，但我还是江氏的股东啊。谢谢你了，我白切黑的好弟弟。行了，继续开会。董事长，新世界项目已经启动，和城南的工业园区合作的也很顺利。我想到时候我会先把我聪明能干的好弟弟啊，干得真不错。江燕，这会你能开就开，不能开你就赶紧给我出去。我只是看阿宇这么能干，有些激动罢了。阿宇，继续。到时候，江董，刚刚出的新闻，您看看。这是真的？各大媒体都在报道。阿宇，你阿宇，你可以呀！东山岭那块地，咱们居然投标成功了啊！哥，江宇，有时候我真的都看不懂你了。白切黑，黑又切白，哪个才是真的你？或者我这么说，江宇，从头到尾，你都在扮猪吃老虎。哥，其实我从来都没想过要跟你争什么。你少来这套！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？我最讨厌你这副看似清高、看似一切都不在意的样子。我知道你这是以退为进。如果你真的不在意，你现在坐的是谁的位置？霸占的是谁的办公室？爸说我能力不高，坐不稳这个位子，难道你就能？哥，
你看窗外的那些车，那些人，他们一个个就像一个小黑点，那么渺小。那是因为我们在俯瞰他们。其实，在我们的上面也会有人在俯瞰着我们，我们在他们眼中也是一样的渺小。别跟我说你那些缠情，江宇，今天那些新闻没有爆出你和尹兰的事情，不代表以后都会相安无事。你身边埋着尹兰这颗雷，迟早会爆炸。哥，你们的敌人一直都不是我。你别说是我自己。尹总，后排的照片都在这儿了。照片都删了吧，以后别叫我尹总，照片以后都不用拍。好的，尹总。哦不，尹小姐，以后您还有什么吩咐，尽管找我们。喂，你没有让狗仔发那些照片，别告诉我你对江宇真的动了心，他可是有未婚妻的。张氏的股份还有一半呢，你这么上蹿下跳的，不会是想另一半也不给你弟弟吧？江氏有今天是我的功劳，我为什么要让他坐享其成？稍安勿躁，不发也罢，这种小打小闹的也没什么意思。江宇最近在跟一个大项目，你只要拿到那个项目的机密资料，然后你就转手卖给别人，等项目落空，江氏会损失一大笔钱。你这伤敌1000自损800的招数也不高明啊！事成之后，我会给你一大笔钱，足够你开一家和尹氏的规模不相上下的公司，你就可以和他们打擂台了。尹兰，尹凯回来了，你不是说他要关个3、5年吗？昨天晚上他找到我，差点把我打死。你看，我不是让你去外地吗？你留在本地，就算3、5年以后出来，他还是会去找你。我生在这里，长在这里，凭什么要跟一个丧家之犬一样逃去外地啊？他撒了气以后，应该就不会找你麻烦了。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我还有一开的黑料。你不怕他再找你麻烦？我要让他牢底坐穿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只有把敌人踩在脚底下，我们才有呼吸上层空气的机会。小江总，东西已经给他了。我不明白，您为什么不自己给他呀？还能做一个人情。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，应该就是扳倒殷凯了。东西给他，我不是为了让他扳倒殷凯，而是为了让他战胜自己。我不太明白。需要我找一个司机送您回家吗？不用不用。还有，钱我已经收到了，谢谢啊。开车。这殷凯还真是尹氏的蛀虫，照他这么挖下去，尹氏迟早成为一块千疮百孔的蜂窝煤。我在楼下等你，你欠我的第2件事。那是我哥找来的人，不能全怪在你头上。所以你今天晚上是来做那天晚上没做完的事儿。
这是你欠我。 In the dark, with no light to save me. 电话。喂，目前的3个方案，我打算选第一个。工作用的电脑我都带回来了，在我车上，我一会儿仔细看一下。 这么日理万机，还不忘了我欠你的债？工作要做，债也得讨。哼，你倒是2不耽误。我要工作了，你陪我一会儿。好啊。江宇，江宇，我眯一会儿。我先帮你把电脑拿走。醒了？啊，车上睡了一晚上，腰都快断了。我帮你按摩。哎，疼！我怎么没再出现幻觉了？说什么呢？你待会儿不是要去公司开会吗？你把我送到小区门口就好了。今天做什么？今天我要做一些我平时爱做的勾当，然后晚上再等着你来找我讨债。什么勾当？池塘里的污泥，惯做的勾当。污泥也有污泥的好。你说那些着实不染的白莲，要是没有了污泥的滋养，他们怎么能够生活？一大清早的你就要说教我，怎么？你现在又变成白莲了？我先送你回家。晚上见。尹总，尹凯搞了个分公司，今天大张旗鼓的开业呢。尹氏现在的情况不适合扩张，他这是又想找机会捞钱呢。我爸，哦不对，尹董，没去阻止他吗？因为这个事情啊，尹董和尹凯在昨天晚上的会上大吵了一架。尹董突然心脏病去了医院，这才哪到哪，以后这样的情况层出不穷，他得多找几个护工陪在身边了。尹总，我们都盼着您回来主持大局呢。二少除了来公司要钱，什么正事都不做。地球离了谁都找转。
我们尹氏在尹总的带领下，一定会走上一个新的高度的。今天我要做一些我平时要做的勾当，然后晚上再等着你来找我讨债。什么勾当？池塘里的污泥。污泥也有污泥的好。你说那些着实不染的白莲，要是没有了污泥的滋养，他们怎么能不存在？尹总，您未来对新公司的发展有什么计划？其实我和我父亲的经营理念相同，以集团的利益为核心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一定会创造一个完美的商业帝国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公司现在都成这样子了，他还想着开分公司。您不在，大少的话谁也不听啊。不把他弄出来了。老二呢？他这次哪儿去了？二少前几天就带着新交的女朋友去冰岛看极光了。哼，等他回来，您看就把公司赔光了。董事长，你血压上去了，我这就去给您叫医生。尹总，你是来看我死了没，还是来看我们尹氏笑话？什么？这是足以让尹凯牢底坐穿的证据。你想要干什么？爸，别激动，血压都从天灵盖呲出去了。我要是真想干什么，我早就把这个 U 盘交出去了。你是想回尹氏？这几天呢，我突然就明白了一件事儿：你已经习惯了用任何事情当作筹码，在耳濡目染之下，我也变得跟你一样，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。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我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。我也知道，我把这个 U 盘交给你，你一定会包庇尹凯。但是我知道你心里肯定很清楚，尹氏如果再这么折腾下去，还能撑多久？当然，这已经不关我的事儿了。选择题就交给您了。我真的怀孕了！哎，快把我放下来！医生说刚怀孕，胎还不稳呢。瞧我这脑子！你别误会啊，我可没出轨，他是我老公，我们已经结婚2年了，我们恋爱10年了。我老公还有江宇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不过我和江宇从来没有恋爱过。江宇当时陪我找他演这场戏的时候，我也很吃惊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只有走进你的世界，跟你做一样的人，你才不会抗拒他。这样的黑话你满意吗？这样的我还是你心里那个不染浊世的白莲吗？我告诉你，从一开始我就和你一样，是池塘里最肮脏、最污浊的泥巴。尹小姐，他每次跟我说起你的时候，都一遍又一遍的跟我重申，你从不是个坏人。他不是你，他无法感同身受你的处境，所以他也从来没有批评过你做的任何一件事。他知道在你心中是有善恶对错的，只是你困在了那些困局里。我知道你已经拿到东西了。今天江氏开新世界项目的新闻发布会，我在江氏等。
还是要恭喜你。谢谢。老婆。啊，对了，我认识江宇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见他如此狂热、如此奋不顾身的爱一个人。加油，拜拜。东西呢？希望里面是我需要的东西。昨天晚上我在江宇的电脑里拷的。我相信你。我拷贝的时候，我想江宇是知道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江宇会这么傻吗？把这么重要的机密文件就随手一放？你是说江宇又会摆我一道？拭目以待吧。各位，新世界的项目能够重新启动，多亏了我的小儿子江宇。他虽然现在很年轻，但是他真的很有能力。小江总，别人都说您刚刚上任没多久，就把您哥哥一直没拿下的项目给拿下来了。不是的，我这个叫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其实这个项目，我哥哥付出了很多的努力，做了很多的工作，其实没有什么能力高低之分。有的时候成事需要点运气，我这个人就是运气比较好。哎，小江总，您真是谦虚啊。虚伪，这就是江宇，永远都是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永远都是一副与世无争、白莲花的模样。进来，把东西拿走。把这个给你们周总，加个随意。等着吧。很快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运气好。哥，请你上台来一下。放心吧，我从今天早上跟他分开以后就没有联系。是想说一些感谢我前人栽树的话吗？大可不必。昨晚我跟爸已经商议过了，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来。趁着今天有这么多记者，爸要宣布一件事情，宣布我被江氏彻底赶出局。爸，你应该不会要改遗嘱吧？阿言，你能不能让你弟弟先把话说？是这样的，各位，前段时间我哥身体欠佳，所以我爸让他先去休息了一下。刚好我学校出了一点事情，正好就回公司帮忙了。不过现在我已经收到通知，我可以回学校继续上学了，所以江氏集团总经理的重任还是要交给我哥哥江烨。我很感谢我哥哥江烨这么多年一直撑着江氏，才能让我完成学业。其实我一直志不在管理公司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爸爸来宣布一下。诸位，我打算退休了，江氏董事长的位置，我打算交给我的大儿子江烨。并且这里有我小儿子亲笔所写的承诺书，我来念一下。我江宇自愿退出江氏集团管理层，并承认江烨为江氏的唯一继承人，承诺人江宇。江董，您能不能说说您现在的感想，还有未来对江氏的规划？喂，那个东西我不卖了，我不卖了。我不卖了，我不卖了。
景兰，跟江燕说，U盘里是蜡笔小新。我知道。你爸要是知道你真的把那么重要的文件放在电脑里，不用你劝说，他也不会再把僵尸给你。但你却选择看了半夜的蜡笔小新。你用僵尸赌，要是输了呢？这不是赌。我知道你会这么做。是啊，因为上辈子你可能是我。啊？你相信前世今生吗？我还相信三生三世。江宇，别做无敌，还是白莲适合你。那2朵白莲，握个手先。你好，你的包。谢谢。喂，老夫人。兰兰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们的气。你爸爸知道你这么多年来为我们尹氏付出了很多。兰兰，你爸爸已经同意让你回尹氏了。你爸爸说，只要你跟他道个歉，他就让你做总经理的位置。父女俩哪有隔夜仇？你也知道他的脾气。那是因为尹氏需要一个扛大旗的。你不是一直想做尹氏的总经理吗？往上爬是我以前的目标，但不是我现在的人生目标。老夫人，再见。还没连上你的乌尼姐姐。今天是学校请了法师来讲公开课，这课你也来听？今天的课面向社会，将有很多名媛们来听，我也来见识一下。他们就是来打个卡，发个朋友圈，听禅又不是赶尸吗？非常感谢大家在北忙中来请我讲禅。跟你说的一样呀，人都走光了。哎，这还有个美女姐姐没走，看样子听得很认真了。别吵，没意思，太晚了，我也走了。法师，我想问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这句话，我的理解是，今生的遭遇是前世行为的结果，今生的所作所为又会决定来世的命运，讲究的是因果关系的道理。我理解的对吗？对，你理解的很对。你是特意来看我的，还是来听禅经的？来听讲座的。这2个月，我到处听讲座。那你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所以你刚刚对那段的解释那么通透？因为上一辈子我是你啊。那我呢？你是一只颇有灵性的小狐狸，一直蜷缩在法师脚下。江宇，这是谁啊？难不成是你的乌尼？美女姐姐，这个人找你2个月，要不是系主任说他再旷课就开除他，他早就满街去找你了。我消失，消失。你看，那棵树，那棵树是我们学校的爱情树。爱情树？你看它的树冠，像不像一个爱心啊？看不出来。传说，情侣在这棵树的见证下接吻，就永远不会分开。我猜这个传说
是今天才传出来的吧？当然不是。管他是不是呢？上一世我守着佛灯，对那只小狐狸只有怜悯、同情，不能有世俗的爱。但这一世，我是迷途知返的影兰。那我还是那只小狐狸，愿意追随你三生三世的狐狸。现在小狐狸要亲你。爱你里的光在我脸上，我还在等凉风来访。